云中郡的规矩，何时轮到动用私刑？陛下明鉴，楚将军死的冤枉啊！我等实在是无法出这口恶气啊！赶紧受死！他害死了楚将军，怎会甘愿受罚？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？谢燕来，当着云中郡的百姓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？殿下，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！他是谢家人的。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，谢燕来先是楚家军，然后才是谢家人。天书14年，阿九出入边郡，巡逻时发现朔漠探子混入边境，彼时还是个16岁的少年，拼死打退了朔漠探子，自己也身中数刀，离心脉只有半寸。天书15年，朔漠军突袭边境村庄，将军率兵抵抗，阿九用肩膀帮将军挡了一枪，也护住了全村百姓。天书16年，朔漠来犯，他随将军死守界河，在朔漠人的箭雨之中身中2箭，砍断吊桥，才没有让朔漠人渡过界河，也使大楚百姓免遭苦难。还有之前望城之战，他深入敌营，破坏粮草和水源，差点死在敌军之中。这样一个人，真的会害了自己的将军吗？阿九身上这些刀剑，都是为了护住你卖的。你们现在要杀他，得先问问，对不对得起他身上这些伤。这孩子身上这么多的伤，他是我的救手，阿爹只死一生啊！楚将军。谢谢。我只是把真相告诉百姓。都是我的错。若他没有吃我给的药，阿周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也应该恨我。我确实恨过你，但我清楚，你不过是我给胸中累寻的一个出口。因为我是那么的没用，无人可以苛责，无人可以怪罪。毕竟，这是我阿爹个人的选择。他选择以一个主帅的身份死在战场，并且再次战胜朔漠王这个宿敌，而且还有我与他并肩作战。阿爹最后的时刻过得畅快淋漓，此生无憾。其实我没有资格怪罪你，反倒我还应该谢谢你。望城大捷，让公主大破朔漠贼寇！望城大捷！
大捷！长公主大破朔漠贼寇，望城大捷！长公主大破朔漠贼寇。阿桃娘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长公主怎么突然去边关啊？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，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。你们可知，当满楚都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力、未战不前的时候，长公主在做什么吗？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她早已千里奔袭，直取望城，大破朔漠军。这就是我处事，救国护民，不惧骂名艰险。我们不说，我们只做。不行，这次必须说。从前有人骂楚将军，你们都忍了。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，岂能再默默无闻？阿唐，开楚元宴，下帖子，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。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。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。你什么情况啊？写贺表啊？写贺表是啊，快走。我的长公主，你不争虚名，但该你的荣耀，一分都少不了。陛下，今早有800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，教朔漠兵大捷。长公主称病不出，竟是擅离宫禁，还在边郡打仗，这简直荒唐！太傅与谢大人是辅臣，竟纵容至此，理应如何？诸位可别忘了，陛下就是长公主亲自御马杀敌救下的。但长公主私自调兵，视朝廷法度为何物？你身为监国，难道就这般纵容？纵容？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，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？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？如今长公主解边郡之困，诸位反倒不乐意了。荒谬！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？如果大楚真的到了这种地步，臣等虽然老迈，也敢赴死一战。陛下刚刚登基，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甲，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。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，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，我与太傅绝不阻拦。你，诸位大人莫要生气，只是个建议罢了。诸位爱卿，请听孤一言。孤因为长公主救祸，现存于乱世。长公主是魏将军楚灵之女，她虽然是个女子，但勇武善战，所以皇祖父将她封为镇国长公主，让她可以继续守护孤的安危。孤九五之尊，坐镇皇城，不能亲赴边关，救国护民，所以孤才请长公主赴边关，为孤解忧。这并不是荒唐事，本就是先帝遗命。诸官不用妄自猜测，长公主出宫是孤的命令。不过，此次望城突现3000朔漠兵，且能绕过边关，直逼丞相。太傅，臣在。着令兵部即刻彻查，这3000朔漠兵究竟从何而来？是我大楚边防有漏，还是？此事必须给纣王将士一个交代。臣遵旨。此事无需再议苛责。长公主大捷，乃国朝喜事，当贺。恩长公主陛下，恭贺长公主殿下。姐姐，我可以保护你吗？公子，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，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。其实这些都是事实，
丝毫没有夸大。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，解救了望城百姓，如此大功，也该路不非己。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，让国朝稳定。如果是个男儿，这样做自然没错；如果是个将官，哪怕是楚灵，这样做自然也没错。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，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，难道安坐在皇城，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，对她来说还不够吗？还要御驾亲征杀敌大功，她与陛下一起登基，她与陛下一起上朝堂，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的面前。现如今她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，我看她根本就不安于现状，她这就是要喧宾夺主，她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玉年纪小。这有什么好急恼的？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，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不过九弟说的对，他确实很聪明，比我想象的还聪明。此次守卫望城，出城800人，但只回来500人。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。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，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，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。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征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我以前也一心求死，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，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，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昭。
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这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只归你。也不想深敢低头，就绕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今次战功已报，罪臣之名已为你斡旋，不日必有封赏。城外如何？回长公主，残兵已肃清，缴获说没军徒3府。望城一战，你功不可没。钟将军已调我入先锋营，末将感激。魏家村，这标记是何意？末将不知，但说没斥后即有此标记，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。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。不如还是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一程吧。草木寨因我卷入风波，无辜死伤众多。这份情，楚昭记下了。诸位倾囊相助，有何所求，直说无妨。嗨，我们有啥可图你的？望长公主顺利回到楚都啊！到时候别忘了兄弟们，随便给点赏赐就行。一定。那块玉，烦请替我保管好。当然。苍木岭往望城虽距离不远，但难保不会有萧南郡的死士追击。这山下每隔半日，就有望城士兵巡哨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婶子提醒，我们自有办法。那就好。保重。
葛大婶说，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，果然不假。所以，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？自投罗网。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，趁机去望城？所以还请谢统领，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。你们是谁？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居然是他！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，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。梁强，你怎知我名字？谢大人既然不允许我调派新将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你的人罢了。那谢大人认为，阻止得了我，就能安插你的人手了？太傅不信我，我也不信太傅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楚灵，相信楚灵临死之前会安排好一切，不会有混乱，不会让朔漠贼趁虚而入。大楚危，则危我们自身；楚灵也是一样。大楚危，他女儿身为长公主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楚灵是不会让自己女儿陷入危险之中的。好，既然不能调动将官到云中郡，但谢大人，你家私养的那些兵马，也不要踏足云中郡。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，我读过。你究竟是谁？三皇子伏诛，旧部尽数被贬黜，梁家自此没落。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，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？你究竟是谁？来帮你的人。我们不过是从仓木寨逃出来的山匪。梁公子在此巡逻，路遇山匪，将我们押回去。可是大功一件，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，梁公子莫要多心。你只需权衡一下，这功劳，你要还是不要？到了望城，你们若敢耍花样，我随时取你们性命。公子既肯收下这份功劳，我们自然守规矩。你这伤都还没好全，就敢这般折腾？我有分寸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梁强就算官职再小，那也是正经官兵。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，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。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，虽然没有软垫高枕，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，多好，一举两得。让他们俩下来。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。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，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，重载不会超过300-500斤。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，至少得有800斤。车上还有别的东西。
看这车辙的痕迹，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。有人如此大费周章，想对望城下手。望城是边陲重镇，倘若望城失守了，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。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，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，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？边关军令第10条，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，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。以萧巡的身份，弄几块这样的令牌，易如反掌。随我进城，你们先回去，跟上。世子，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新谷关，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。让他们扮作商队，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，沿途切勿怠慢。是。等他们攻下望城，我们再出兵。姐，不好了，姐！报信的兄弟说，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，向望城方向去了。从萧南郡而来。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，一旦失守，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。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，粮草断绝，数万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。坏了，那2个还在暗角城，恐怕也已经到王城。禀将军，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。山匪一贯作恶多端，即刻问斩。将军斩我2人易如反掌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时，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？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在这儿妖言惑众！若我们真是山匪，何必自投罗网？今日进城，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，运草车队车辙印深于半指，分明是藏了武器。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，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，搜查城内，加强守备。住手！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，煽动百姓，乱我军心！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，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！杀！好一个智胜奇招啊！没死在萧巡的刀下，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。你说错了，我的自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啊！反了！速速将这2人拿下，就地正法！谁敢！魏将军麾下副将钟长荣特迎长公主尊驾。丫头，丫头。丫头，几年不见，不认识钟叔了。钟叔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？
狗官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，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？下官有眼无珠，求殿下开恩。末将尹卓冒犯了长公主殿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不知者无罪。当务之急是关城门，做好守卫，查明混入城中的朔漠人和武器。末将誓死守城。赵大人，你的乌纱帽先进你头上。若望城城破，他会和你的人头一起落地。下官誓与望城共存亡。赶紧滚下去吧，下去办事。周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你阿爹担心你，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，都赶到一半了，这小子来信了，说你们快到望城了，害我白跑了2、300里，急急忙忙往回赶呐。比我想象中的要来得慢一些。老周，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。哼，没大没小的，说什么呢？啊！斥候发现，有数我们军3000从北面而来，已经在望城50里内。